这个保姆往水中加了一颗神秘药丸，待溶解之后端到了男主人书房。男人对保姆近期的表现很是满意，正考虑给对方加工资，可话还没说完，意识就开始模糊。男人万万想不到，保姆之所以有这番举动，竟都是自己的母亲安排的。而随着这场意外的发生，男人原本平静的家将迎来一场狂风暴雨。这个女医生名叫何露娜，要强的她一心扑在事业上，和丈夫王浩约好不生孩子做丁克，可王母却强烈反对，婆媳俩因为此事几次三番爆发争吵。然而即便王母以死相逼，也无法改变何露娜的决定。担心王家绝后，王母甚至动了让儿子和儿媳离婚再娶的念头。可一听儿子说要净身出户后，又迟疑了。原来王浩如今之所以事业有成，都仰仗何露娜父母的帮忙。王浩曾答应何露娜，如果两人离婚，他肯定会净身出户。王母断然不想儿子离婚后一无所有，顿时又陷入两难的境地中。此时的何露娜以为只要坚持自己的想法，就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。可没想到求孙心切的婆婆的一个决定，却将这个家一步步推入万丈深渊。这天，王母在街上意外看到了重金求子的告示，这个发现让她的心思瞬间活络了起来。而就在这时，邻家小妹雨果恰好路过，两人便攀谈了起来。知道王母的苦恼后，雨果出于好意提到了借腹生子，谁知王母听后竟神色异样的上下打量起雨果来。爷，您别这么看着我呀，就当我啥也没说啊，我啥也没说。雨果显然看出了王母眼神中的意思，可他却是万万不敢帮忙。然而没人能料到，接下来发生的一个意外竟改变了雨果的想法。回到家后，雨果向男友魏然说起了刚才的遭遇。当说到王母竟愿意花88万重金求子的时候，魏然瞬间震惊不已。然而还没等他缓过神来，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却突然响起，伴随而来的还有陌生男人让魏然出来的怒吼声。听到这动静，魏然顿时惊恐不已，竟哀求女友出门帮自己应付。原来魏然是个烂赌鬼，这次又是因为在外欠下巨额赌债，被债主追堵上门。雨果无奈，只好出门谎称自己是新搬来的住客，但债主根本不信，带着2个打手就闯了进来，将躲在屋里瑟瑟发抖的魏然暴打一顿。临走时还威胁，如果3天之内不还钱，就打断魏然的腿。雨果一问之下才得知，魏然竟欠下了整整50万，就连身份证也被对方扣下，逃遁无门。没想到就在这时，魏然突然想起了王母重金求子的88万，竟打算让雨果去接下这个活。让我把肚子里的孩子打掉，去怀浩哥的孩子吗？啊！混蛋！雨果万万想不到男友竟如此狠心，他断然拒绝。不料走投无路的魏然竟又想出一个更损的招，表示不必堕胎，可以用他们的孩子去瞒骗王浩一家。雨果原本良心未泯，不想做出这么缺德的事情，但最终还是架不住男友的苦苦哀求，同意了。此时的雨果怎样都想不到，她一心为男友着想，最终却让自己步入深渊。知道雨果愿意帮忙，喜出望外的王母立马拿出了一张50万的银行卡交给了雨果。而今晚又恰逢何露娜值夜班不回家，王母便让雨果好好准备，今晚就将事情办了。于是当晚，雨果就精心打扮了一番。等王浩喝得醉醺醺的回到家后，雨果便在王母的授意下，端着加了特殊药粉的水接近王浩。雨果来到家里后，自己的母亲明显不再闹腾，王浩以为是雨果的功劳，还计划着给雨果每月付工资。可话还没说完，药力便发作了。看着眼前穿着清凉的雨果，王浩渐渐失去了思考能力。哥，我漂亮吗？漂亮。王浩的意识陷入混沌前，只见到一双充满诱惑的红唇正缓缓地向自己靠来。第二天，当他睁开眼时，竟发现妻子何露娜躺在面前，顿时吓了一跳。昨晚的记忆依稀再现，王浩渐渐清醒了过来。面对妻子质疑他为何赤身裸体时，慌张的他只能谎称昨晚醉酒太厉害。而等王浩下楼见到雨果后，神色瞬间不自然了起来，连意外的触碰都让他如遭电击。王母见状，则露出了会心的笑容，然而雨果却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，十分平静地向王浩嘘寒问暖。以为自己酒后乱性的王浩，一整天则是心乱如麻。当晚，
等妻子熟睡后，他便悄悄起身，来到雨果房里忏悔自己的错误，并表示自己会尽力补偿他。谁知雨果却表现得毫不在意，反而让王浩别再耿耿于怀。雨果的善解人意让王浩更加愧疚，心里也越发没底了起来。此时的王浩还不知道，一场巨大的危机已经悄然逼近。这天，何露娜又值夜班，抱孙心切的王母见雨果肚子还没有动静，便再度催雨果亲近王浩。于是雨果故技重施，带着一瓶红酒找上了王浩。但王浩却不想再对不起妻子，想以休息为由脱身，但却被拦了下来。我可告诉你啊，你要是再躲我，我可就喊了。雨果一反往常乖巧模样，逼迫王浩就范。王浩无法招架，只能无奈答应。两人很快便喝得烂醉如泥。可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，本该值夜班的何露娜竟突然回到了家。听到楼上书房传来的异常动静，她顿时疑心四起。而越靠近，那暧昧不清的嬉闹声更是让她越发不安恼怒了起来。可没想到，就在她准备破门而入的时候，王母却突然先她一步闯入。那儿不是叫喝什么酒啊？赶紧睡觉，走。露娜，你今天不是夜班吗？怎么回来了？儿媳突然回来，这差点让王母的计划露馅。但由于应变及时，事态很快被控制了下来。何露娜虽深感不悦，但想到王浩醉酒是常有的事，最终打消了心中的怀疑。经此意外，雨果是后怕不已。为了帮男友还赌债，她显然已经豁出去了。可她万万想不到，男友魏然却背着她出大状况了。这天，雨果回到了自己家，然而令她没想到的是，一进门就听到房里传来阵阵男女偷欢的笑声。难以置信中，雨果推门而入，竟撞见魏然和一个陌生女人纠缠在一起，为男友付出所有。没想到男友转身就找了个新女友，雨果无法接受这让他崩溃的一幕。可面对质问，魏然却没有丝毫悔意，还反咬一口说无法接受雨果天天和别的男人住在一起，甚至怀疑雨果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他的。男友的话让雨果心寒不已。可一听到对方铁了心要跟自己分手，情根深重的雨果却放不下了，竟低声下气地跪求魏然别离开他。我答应你，以后我什么都听你的，以后再也不管你了。你想去赌就赌，你想去找女人就去找女人。为了留住男友，雨果显然已经到了放弃尊严的程度，然而这仍然没能劝动对方的绝情。恬不知耻的魏然甚至建议雨果假戏真做，将借腹生子的事情闹大，等王浩离婚之后便可以上位做女主人。魏然的绝情和无耻让雨果彻底死了心，万念俱灰的他竟来到天台想要轻生。但就在这时，一阵孕吐阻止了他。雨果不由得想起了当初得知怀孕后，魏然就曾一度劝说他要打掉这个孩子，是自己坚持要保护这个幼小的生命。想到这里，雨果渐渐冷静了下来，并发誓要给肚子里的孩子一个美好的未来。妈妈一定会让你有一个好爸爸的。魏然的话显然影响到了雨果，而这也预示着王家将不再平静。这天，雨果故意找到了何露娜，以月经不调为由，让何露娜帮他检查一下。何露娜也就此知道了雨果怀孕的事。原本他还以为雨果会因为未婚先孕的事而担惊受怕，可没想到雨果一回到王家，却兴冲冲地将这个消息公布了出来。王母闻言顿时欣喜不已，可接下来几人的对话却让王家的气氛微妙了起来。那你说你这未婚先孕打算怎么办啊？嫂子，我还不知道呢，这得征求孩子他爹的意见。要我说呀，孩子他爹肯定同意，天下哪有不要孩子的人？王母的话瞬间让客厅的火药味浓了起来。何露娜知道婆婆在指桑骂槐，于是一言不发地走开了。可她不知道的是，自家后院早已着火了。以为自己终于能如愿以偿抱上孙子，王母很快告诉王浩，雨果怀的是他的孩子。王浩得知后顿时惶恐不已，担心会毁掉自己的家庭，连忙让雨果打掉孩子。但王母却坚决反对，表示将来由自己照顾雨果和孙子，让王浩不用担心事情败露。在母亲和雨果的劝说下，王浩最终还是默认了。一切似乎都在按王母的计划走，孙子马上就要报到了，儿子也不用离婚，不用净身出户，似乎是两全其美。
然而王母万万想不到，雨果想要的可远不止于此。他真把王浩当成了孩子的父亲，但王浩却没给予他想要的呵护，继续跟妻子柔情蜜意。此时的王浩似乎将雨果怀孕的事抛诸脑后，但他不知道自己的冷落已经让雨果的心渐渐扭曲了起来。为了自己和腹中的孩子，雨果产生了一个邪恶的想法。这天，他发短信给何露娜，谎称王母身体不舒服，让她早点回家。而实际上，此时的王母正在劝说王浩想办法给雨果和孩子一个名分，而这个要求显然是雨果事先蛊惑王母的。王母不知道儿媳此时已经赶到了家门口，而这一幕也正是雨果所期待的。见何露娜下车后，他马上跑下了楼。爷，您别给哥了，哥，这孩子是你的骨肉，你要是不想要，那就算了。雨果，这事儿是哥不好，酒后乱性，让何露娜知道借腹生子的事，这正是雨果想做的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故意高声知会王母要将孩子打掉。而就在王母急到跳脚的时候，王家也迎来了狂风暴雨。恩爱多年的丈夫竟然出轨了。此时的何露娜是心如死灰，她打断了几人的争吵，并提出要和王浩离婚。见王母担心自己的儿子会净身出户，何露娜心寒地表示自己不会追究当初的约定，会与王浩平分财产。妻子的宽容让王浩愧疚到无地自容，回忆起两人当初立下的婚姻誓言，王浩是懊悔莫及。他想挽回这一切，可就在这时，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却打断了这一切。等他打开房门，却见到几个男人鱼贯而入，竟是魏然和他的债主。原来当时还上赌债后，魏然仍狗改不了吃屎，继续赌博，结果又欠下了一笔巨款。走投无路的他，又将主意打到了雨果身上，便带着债主找到了王家，声泪俱下的哀求雨果拿出当时还完债后剩下的30几万。你等会儿，什么38万？38万，重金求子的钱啊！雨果帮你怀孩子，答应给我们88万。魏然的话让王浩意识到了什么，担心东窗事发，王母开始拼命驱赶魏然，试图保全雨果。殊不知真相却是自己无法接受的。此时的王浩显然已经发现这件事不简单，答应魏然只要说出真相，钱他可以给。魏然顿时像抓住了救命稻草，可他接下来的话却让所有人震惊了。雨果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你的，是我的。魏然说出的实情显然也是雨果最害怕的，处心积虑谋划未来，没想到却被前男友破坏。雨果百般否认，但当魏然提出做亲子鉴定的时候，他却语塞了。事已至此，雨果知道这个弥天大谎再也圆不回来了。人财两空的王母瞬间暴走失控，一把推倒雨果，竟对他拳打脚踢起来。虽然王浩夫妻及时阻止了他，但雨果还是不幸流产了。躺在病床上的雨果深感愧疚，他向何露娜忏悔了自己的错误。而当初他迷晕王浩后，其实并没有和他发生关系，一切都只是演戏。但有些事情一旦发生，就注定难以挽回了。故事的最后，王母无比愧疚地向何露娜道了歉，王浩也深感自责。但事情演变到如今这般，王母固然难辞其咎，但王浩在处理意外时的优柔寡断和逃避，却是悲剧上演的加速剂。婚姻的维系难免会存在诸多阻力，而婆媳关系无疑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。老太想抱孙子本无错，但丁克理念与传统思想相碰撞后，注定会摩擦出火花。时间是最好的调和剂，只要一家人互相理解、互相关爱，相信总能找到解决矛盾的平衡点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就到这里，喜欢的欢迎长按点赞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